上面的云那可以把它画的非常的这个，哎，下面啊就要虚一点，到时候哎就不要把它画的这么清晰，以雾状为主。边上特别要小心，纸比较薄，它有时候容易那个笔被纸沾上了。要保证这个纸是平的，有时候就可以拿个磁铁来控制它。我们烘染云啊，你看我们在烘染这个瀑布下面的云的时候，一定是要注意什么问题呢？就注意上下它那种雾气变化。你看我们这里在画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一团雾它很自然的就让它上去，穿过把下面这里染了，把这里染了，这个一定是要把它穿过去啊，穿过去。像这些都不要它流量了，这边也是不要，哎，有一团雾气穿过去，这种感觉，它就有一个纵深感。下面这里再穿点进来。哎，你看现在这一团它是很精彩，这个云它是从这边，这是山后面飘过来以后，哎，从这里然后一丝云跟这边衔接啊，跟这边衔接。好，然后水下面这里还有一点点，把这里再把它稍微染一下。
水现在还没染，一会儿还染水。先把这个下面的雾气啊、云气，先把它画了以后，还得再重染，还得再重染。刚刚说了吧，这一块不要这么清晰，你会感觉到，有一条雾气过来，但是它并没有这么清晰。我们看看这个，看看整体。那这个画了以后基本上云大的感觉就出来了。但是现在大家看这个云层次还不够还不够，还干什么？还需要同染。在同染之前，我们把顶上先把它染了，这是我们调的颜色。把笔要洗干净，这水有点脏了，要去换一下了。好，烘云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定要把水保持干净，这样子才能画出更多更好的这些作品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调一点点，这个就是太极蓝加点藤黄，要把整个的笔刚刚的颜色，你看要把它揉出来，要不的话笔根的颜色它是刚刚云的颜色，这个是你看把它调好以后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去这个我们直接把这个拿开，看很淡，因为它是很淡的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？就要注意你看把它过渡一下，顶上这里也是隐约有一点儿。好，基本上就把它染好以后，这里我们就再调颜色，就要干什么呢？就要开始同染。同染的时候呢，一定就要注意就要把这个颜色调得更加的淡。你看我这里调好几笔水了，更淡。
基本上就可以了。这基本上是很轻的颜色。这个时候染了这么久以后，这个上面都已经有点干了。我们再把这3染一下。3染的统一，你看3染的颜色把它染的比较多一点以后，它不要这么白，自然云就怎么样呢？云就亮了。去染这么深的墨，在这么深的墨上，如果这个染的时候呢，要注意，像这个都是用了非常深的胶墨。如果你用的是素墨，而用这些一染，它就会把这个染上去，把那个墨啊染有些颗粒的墨就会染出来，染出来它就形成了一条一条的，这个不好看。你看我们这边同染了就已经很好了，像这边还没染。靠近这个山边的这个地方，哎，你看，都把它染一下，基本上就不要它流亮了。这包括这上面这个地方，放心，我现在这个颜色是非常淡的，它不会说是这个一染了以后哇都看不出来了。所以说，像这些大胆的去把它染下去，不要它流亮的地方就大胆的把它重染下去。啊，你看整个的这个云的感觉是吧？基本上就出来了。这就出来以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干什么呢？可以把30
啊，今天你看从2点钟一直染，光这个云就染了这个1个小时15分，1个多小时吧，1个多小时都还没染完，现在还需要怎么样？现在大家看这些山，这些山都还在亮啊，它们都还在亮，包括这些地方都在染。你们把它染下去以后，云就会显得更加的厚重啊，包括这些地方哈。让这个云定一下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。好，我们给它放正，看一下。